各位朋友，好久不见了。因为前一阵子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懒得录，没有录节目。而且我觉得录这个节目，因为它不像一般的那种综艺搞笑的节目，我觉得收看人会比较少。然后它本身，我把它定位成，虽然我有时候讲话会扯来扯去的，但是我讲的一定都是真的道理哦。因为我想尽量把这些东西跟大家分享，趁我还有能力的时候。因为这阵子真的气色很不好，然后做事很不顺利，差不多这半年来都是如此吧，所以停止更新了很久。希望这个不是最后一集。那我今天要谈什么呢？其实，各位如果说从以前一直看到现在的一些朋友们，应该知道，我习惯就是一镜到底嘛。然后有时候有一个题目，有时候甚至没有题目就在讲，而且讲话时间都很长，一直讲说要控制在15分钟之内，结果一直都没有办法。今天我来讲一下，还是有关于我讲两个东西好了，对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兴趣的。对于喜欢抽雪茄的朋友可能会有兴趣的。第一个就是呢，雪茄的保存方式。我在很早以前的节目，各位可以去翻哦，我上面都有写标题。就是雪茄这样子的一个农产加工品，我用农产加工品这5个字来表示，我不用把它高大上讲到一定要是多怎么样子的，这个奢侈品或什么的。葡萄酒你再怎么贵，它也是一个农产加工品而已，就是这样子。衣服再怎么便宜，它也只是一个化学加工品或者是一个农产加工品而已。我们不用把东西想得太复杂，它原始原料可能都是很简单的。以雪茄来讲，就是烟叶嘛，那个烟叶那长起来很像什么？很像挂彩。各位如果过年的时候吃那种挂彩，那种芥菜什么那种长很大片的叶子那种。那有关于雪茄这个东西细节我就不讲了，我现在直接讲保存的东西哦。其实雪茄跟葡萄酒我一直讲说很像，中间有一个，可惜那个东西不见了哦。它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说他们的保存的方式呢，都很类似，那种，跟清酒也有一点像，就是很怕光。这种所谓的繁殖，不是繁殖，所谓的发酵产生的东西呢，基本上呢，你如果见太多光的话，不是见光死，而是见太多光的话，里面很多香气的物质就会被分解掉了。我找不到那个雪茄的那个套子那就算了。但是各位如果在抽雪茄，应该知道说雪茄，它如果是一根雪茄的话，它通常外面还会再套好的雪茄通常外面还会再套上一个玻璃纸的纸套。那种玻璃纸呢，如果你稍微放久一点，那甚至里面是会有一点烟熏的感觉，就是颜色会有一点改变，棕色这样子。那当然也有没有套那个袋子的，没有套袋子的其实反而比较贵。为什么？因为那个通常都是等级很好的，那种类型的雪茄通常都是放在雪茄盒里面。哪一种盒子呢？它那个盒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杉木的盒子。然后这种盒子里面甚至还会有温度计、湿度计等等，然后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放那个
就是会散发湿度的这样，像水瓶啊，或者什么类似像这样的东西。简单讲，它就像一个小型的酒窖一样，只是里面放的是雪茄。那既然你本身就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一个保存的一个 condition， 所以它当然就不需要外面的那一层玻璃纸。那玻璃纸呢，跟清酒会有关系，是因为各位如果注意看清酒，因为清酒的瓶子有很多种颜色，但是我相信各位一定也有看过白色透明的那种瓶子。透明的瓶子呢，很容易受光的照射，然后如果它保存状况不好，那种光，像我现在后面有一个光是因为我的旁边有养这个植物。那因为前阵子台风来，它会翻倒，所以我就把它搬进来。搬进来之后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光照度不足，所以我必须我去买的那种类似像不是日光灯，类似像太阳灯这样所谓的植物养护灯，因为它会提供足够的能量，特别是紫外线，让这个植物本身能够在室内行光合作用。这题外话了，我不鼓励这个行为，我是题外话。这种灯其实，像我这样用是正常用法的。但是国外啊，甚至国内有人去买这种灯是要干嘛？在自己的家里面种大麻我这个绝对不对的哈。饮酒过量有害健康，未成年禁止喝酒。当然，台湾不能抽大麻就这么回事。那种太阳光会给予它足够的能量，但是反过来讲，太阳光因为它有足够的能量，它会什么？它会破坏。如果一瓶透明的酒，它会破坏里面的这个特别是酯类这种东西，酯是芳香酯这种东西酸加酒精所以一般如果说你酒瓶子颜色没有很深可以过滤掉一些这种比较强的这种光线，或者是你的瓶子单纯就只是透明的话，他们通常外面都会包一层，可能包报纸。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买过包报纸的那种葡萄酒，那种清酒，或者是说它会包上一个透明的纸的那种清酒。我讲的不是说标签外面贴一圈的那一种我讲的是整瓶都包起来的那一种贴一圈那个只是防止那个标签纸掉下来，整瓶包起来的那种纸呢，就跟雪茄那个纸是一样的意思。它可以预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90%还是95%的紫外线。各位不知道所以我应该可以当马盖先了。如果马盖先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如果你到室外遇到那种很强的紫外线之后怎么办呢？你刚好有清酒的话，可以拿那个纸袋呢来稍微挡一下紫外线，因为它可以隔掉95%左右的紫外线。当然，那个东西会不会有太过强，它就穿过去，我并不知道。但是以日本酒造来讲，他们就是会做这样的动作就是套一层。同样的道理应用在雪茄上面也是一样。所以我刚刚讲过了嘛，你会这样套，表示说它有可能会放在比较阳光照射得到的地方，不管日光灯啊、阳光啊，或者室内灯等等的，只要有光线都有能量嘛。那如果说你把它放在盒子里面，就好像把葡萄酒放在清酒，把它放在这个酒柜里面，关起来，外面如果是不透光的，它根本就是在阴暗的一个角落。那你何必再去套那个纸？没有必要，因为套那纸反而会影响到空气的流通。所以，两种类型，你要知道说套玻璃纸跟没有套玻璃纸的差异性在哪里。是不是就像我讲的，套玻璃纸一定比较贵，一定比较便宜，一定品质比较那样？这倒不一定啦，但是我只能讲说，普遍上是这样子，因为这还是跟品牌、厂牌都有关系。你不要忘记这个要套上一个玻璃纸，那个也是成本，那有时候那些套玻璃纸只是为了要方便一般人，如果说你要到你出国啊，或者是你要去旅行啊，携带
雪茄的话，雪茄在某些时候真的非常重要，因为雪茄配上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很能够让你在心灵、身体、心灵、头脑得到一种抒发。我并不是在鼓励说你一定要喝酒啊，或者是说要吸食这些东西，我不是这样讲，只是大家都是大人哦。我只是跟你讲说，在合法的范围之内的话，有些东西是可以让你在你的每天这种生活压力状况这么大的情形之下，能够得到舒缓。但是请注意，绝对不要成瘾，不要成瘾。那种东西就是自己要掌握住，什么东西成瘾都不好啦，真的。我喝酒喝了这么多年，雪茄也抽了不少根，可是我并没有成瘾，我也没有说今天我喝酒一定要喝个烂醉，我甚至连真的喝得很醉的情况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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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喝了快30年了还非常非常少，你就知道这方面我是还蛮有控制力的。但是这阵子喝的比较多，单单上个礼拜我就抽了3根雪茄。然后也开始在找一些朋友要把酒送出去，但你不用打电话给我了，因为除非你跟我很熟，不然我怎么送你啊？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喝不到这些酒，所以与其这样放着，倒不如就是给人家。那网络上也不能卖酒啊，而且好朋友之间也不用卖啊。你已经喝过了酒，给人家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也不是拿出来说自己很厉害，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因为我本身收藏的酒呢，已经很久了，所以有些酒1990几年啊，2000年的波尔多啊，你会不会想要？对不对？那些酒都是很贵的酒，现在目前都很贵，而且最主要是因为你的钱是买不到时间的，所以我相信如果送人家这些东西会更有诚意。那比起你要花比较贵的钱，你可能花4万块、5万块去买一瓶几年前的很老的酒，可是我那时候就已经有买的东西，那时候对我来讲可能4-5千块钱而已。那你说这中间保存不需要成本吗？需要，但是我不计较这个，就是给人就给人，就是这样。那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它那个玻璃纸那个东西呢，应该讲说经过特别设计的玻璃纸呢。它虽然比不上真正的所谓的这个雪茄机、雪茄盒，或者是我们讲葡萄酒一样嘛，就是要有一个保存的环境，但是它多少还是有发挥一定的保护的功用。但它保护的是让香气不会跑掉，而且因为它是卷起来的，所以就是那个包得紧紧的，有一点空隙的，但是基本上它就是不会让空气进去。所以那个香气是在里面是循环的，不会改变的，会改变的，但是它就是我说同一种调性的在演变，慢慢的你可以讲说陈年，雪茄也有陈年，但是呢，这种方式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缺点，这跟葡萄酒比较不一样，葡萄酒比较不会，但是清酒也比较不会，但是对雪茄而言，这就是很严重的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你的雪茄本身会变得比较干。为什么？因为你只有防止这个光线的照射，但是问题是，除非你在台湾其实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可是如果你在欧洲或在美洲，甚至在日本，有时候那种比较干燥的地区，那雪茄很快就干掉。干掉的话呢，可以救得回来。干掉其实简单讲就有点像。这例子不是很好了，但是我觉得比较容易让你去联想到，就像我们在 KTV 我们喝个彭大海这种东西，它也是把它晒干的一个果实嘛，然后丢到水里面之后，它就会膨起来，然后整个那个水壶里面的汤汁就彭大海的汤汁嘛，那喝了可以润喉。当然雪茄不是叫你丢到水里面去，那丢到水里面的话。那就烂掉了因为那毕竟是不一样的东西，它是烟叶嘛。你用包起来的那些玻璃纸呢，它只能不要造成伤害，可是光线的伤害。可是问题是你的
水分还是会留，就是湿气会保持会不够，除非你平常这样包起来，你是放在冰箱吗？不是哦，冰箱会让东西越来越干哦。所以你是放在一个，即便你没有一个雪茄盒，你也可以买一个乐扣啊，什么东西的放在里面，然后只是你要把它中间要把它隔开，然后另外一边可能隔一段时间就拿那个厨房纸巾啊，或者是我看过很多人做过一些道具啊，你只要想办法让一个角落里面会有湿气慢慢的出来，你隔一段时间再去把它加水就可以了。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让这个雪茄呢可以保持一个湿润度。当然这个时候你还是一样可以把它有玻璃纸这样包着，这没什么问题的。可是这样整个盒子里面湿润度是够的。台湾虽然很热，虽然湿气很重，但是也有很干的时候，比如说夏天。那夏天是有湿气，但是我觉得那种热气会把湿气蒸发得更快。所以刚讲这样简单的方法，它也是一个保存雪茄、延长雪茄生命的一个方法，或甚至我们可以讲说，它在养这个雪茄，跟成年一样的意思。我今天的主题最主要是说，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做怎么办？你买你雪茄，然后这雪茄或者人家送你的，它就是干干的这样，你摸起来就雪茄干会有什么感觉呢？各位只要想到木头就可以了。木头那个已经干透了的东西呢，你很容易就把它掰断，对不对？你如果捡漂流木的话，那种刚漂上来那种有进水进一段时间，你真的要去掰是掰不断的。捡漂流木是不合法的，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因为我前面就是海边嘛。雪茄也是一样，如果你太干燥的话，它很容易就崩坏啊。所以甚至你在拆开的时候，那个卷的叶子本身就会有一点点松掉了，所以你拆的时候很小心。那雪茄上面的那一圈那个固定的那个环那个指环是很重要的，它就只要让你保持住这个抽的时候过程中，它烟不会慢慢就散开了，因为雪茄是卷起来的东西。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所以如果你拿到这种雪茄的话呢，你第一个有2个方法。第一个的话就是你拿水过来，用手去沾湿这个水，不是拿雪茄去放到水里面，是手沾湿这个水，然后去抹在这个雪茄上面，不用太多，就是轻轻的抹一层，让各方面整个都有浸润到，然后手上稍微搓一搓，然后这个前面的这个头的部分和嘴巴就是接触嘴的部分，这边也要稍微，当然是把它切开之后，再稍微把它弄一点湿的，稍微就好。如果说要整根都要丢到里面去的话，才能够湿润的话，我就会跟你这样讲了。但是事实上就不用，它就只要拿水这样稍微沾一下，让它有一点湿润度，然后在手中里面去搓揉。你的手还有一点点水渍嘛，整个这样去搓揉。过一会儿之后放着，不要马上抽，放着。让这个湿气慢慢的进去，大概也许10分钟、20分钟之后呢，它雪茄就会比较恢复原来的样子。当然，如果你更讲究的话，你就应该有一个盒子来放回去，可能第2天再来抽会更好。可是我讲的是临时你要抽的话，那这是一个方法，因为我是一个湿润度。你真的要抽的时候，是那个雪茄本身要有一点点，你会觉得它有一点湿润度，但是它不是湿的。这时候你点火再来抽就很合适了。那雪茄抽起来也比较不会那么的干，会比较有一股润泽感。那如果更高级的话呢，一般我们抽雪茄单抽当然可以，可是我不要用鼓励啦，就是如果你想要享受到更好的风味的话，就好像喝葡萄酒单喝也可以，可是如果你搭上合适的菜肴的话，会有彼此加分的效果。所以一般来讲，你可以拿葡萄酒的老酒，请注意要老酒哈。太年轻的酒果香味太重，有时候会把这个雪茄的香气给压过去。老酒我觉得是相得益彰的。那葡萄酒老一点的酒哈，那种不见得要很好的酒，只要老一点的酒就可以。
至少要几年吧，不然的话就是 whisky。其实 whisky 是很合适的哦。那 whisky，虽然它是蒸馏酒，跟葡萄酒是酿造酒，跟雪茄也是酿造的烟一样，其实葡萄酒跟雪茄是比较接近的。但是 whisky 因为台湾人喝习惯了，所以白兰地也可以，你就拿那个倒出一杯出来呢。当你手指要干净啊，那是底下你要喝的酒啊，所以拿这个酒当做水那样做我刚刚讲的那个动作，把它弄好，然后特别是那个这个雪茄头这个要点火部分呢，稍微沾一下那个whisky， 然后尾巴的地方也是稍微沾一下，然后整个这样稍微把它整个抹湿掉之后，你放着。然后过一会儿再来喝，过一会儿再来抽。这时候你抽这个雪茄要等它稍微干嘛，不然你怎么去？你不要把它弄太湿哦，那只是有一点点一点湿度而已。这时候你再点火抽，然后再来喝雪茄，很舒服，因为它会让这两个东西呢产生一个连结在。我一直指前面，是因为我前面有一瓶，前阵子。我觉得人生差不多的时候，我翻出来，我竟然还有一瓶，这不知道几年的 whisky， 然后还有编号的，而且这个是你看都已经颜色变那么深了，这应该是独立酿酒厂去买这是 Highland Park 高地的这个 whisky， 然后拿回来自己不是装瓶。自己用橡木桶它是用雪莉桶，然后再去做陈年，而且它是原酒，酒精浓度60.2。我那时候翻一翻，我这边还有这个好东西。如果因为真正身体有一些状况，如果人就过去的话，那这没喝到，是不是很可惜嘛？所以我那时候就因为这一瓶，然后后来把雪茄拿出来，因为很烦，就抽。然后就是一个我刚刚讲这种方式，因为雪茄比较干嘛，然后这种方式，然后来抽。那至于我为什么不把雪茄放到我的酒柜里面呢？很重要的关系是因为我的酒柜已经非常久了。我的酒柜不是多好的酒柜，是大同亚瑟顿，很早年以前就大同电锅那很有名的那种年代，那时候就是它的品质跟那个一样，很简单，但是。有人说它会震动啊，会有什么？那个其实对酒都不会有影响的啦，不要听别人乱讲。如果未来我有时间，我再来谈如何保存葡萄酒的一个，我之前写过一个8、9千字的文章，那可能我就用照念的，可能要分3集啊。那样子的酒柜呢，会有一个坏处，就是因为台湾世界上各国都是这样都是会有那种霉菌。就跟山洞一样，所以你摆久了之后呢，那个霉菌自然而然就会进去，那根本去除不掉。但是讲的好听一点，其实它就是在模拟酒窖的，就是一般那个地窖的过程嘛，对不对？所以我是不会介意，因为拿出来再把它上面擦一擦，打开喝还是很好喝啊。所以基本上。酒这样放无所谓，可是如果你把烟放进去，它一旦染到霉菌就糟糕了，就是雪茄染到霉菌就糟糕了。一般我都把额外放另外一个方式来放。至于你要不要去买那个雪茄盒呢？可买可不买啊，但是我是建议不要买。为什么？你用一个乐扣那个就已经够了，你买一个雪茄盒，雪茄盒很贵耶，非常贵。除非你真的家里有横财，然后3不5时就会抽雪茄，要宴请朋友客人，比方郭董啊，我乱猜的啊，郭董不要责怪我，只是举例而已。那你可能会需要有这样的雪茄盒，或者是你有需要外出带着，但一般人应该没有烟瘾重到这种地步吧？雪茄其实抽一根，整个房间大概2天味道都散不掉。我以前住在台北的时候，我家附近有一个卖雪茄的店，他有客人就是礼拜6呢，他们就有类似像这种台
台北有在长久的这样子的卖酒的公司，它有酒柜让你去出租嘛，酒窖让你去出租给你，让你去放酒。那一间雪茄店也一样，它会有这个位置让你去放你的雪茄，当然要花钱买，花钱租。然后我有看过有客人就是每个礼拜六就会去那种地方，去拿出他的雪茄出来，然后呢，一方面在家里面抽不方便，两个不方便，第一个是会影响到家人，特别如果还有小朋友的话，第二个是而且会被念嘛，第二个是会让你的整个房间那个雪茄味道呢，我们闻是很香，可是对这种过敏的人来讲，会觉得他不喜欢。所以，而且久了，墙壁可能会变颜色哦。所以他们就是到店里面去，然后有一个自己有一个桌子哦，然后可能会浇瓶葡萄酒或什么的，然后把雪茄拿出来抽，因为雪茄是跟他们买的，酒可能也是跟他们买的，所以基本上客人这个什么店主是不会赶人的，他就这样。抽雪茄的话，厉害的话，一根这么长的一根呢，大家可以抽1个小时，不是要一直要猛吸，它是这样，而且不能进喉咙，就在嘴巴里面绕一圈就吐出去。注意哦，是嘴巴绕一圈，从嘴巴吐出去哦，不是从鼻腔出来哦。你从鼻腔出来呢，那等于是你要先进到肺里面再出来，那个会让你严重的损伤你自己的身体。此外呢，一根雪茄大概是相当于20几根香烟的尼古丁，那是非常强烈的味道，那个就已经会让你呛到都不行了。所以抽雪茄是抽，然后从嘴巴里面绕一圈，然后从嘴巴这边就出来了，没有进入你的鼻腔里面或喉咙里面，跟烟斗一样，都是只有在这个口腔里面而已。好吧，今天就是讲这个有关雪茄的东西，因为这阵子刚好有在抽，然后我想到这个雪茄的这个故事哦，然后这阵子又有所谓贸易关税啊，就是跟川普的事情。其实我本来还想谈一个，就是日本的农产品大臣本来要去美国在谈关税的部分，但是后来又回来了。为什么？因为川普政府又有一些想法，他想要极力要把美国种的月光米啊，美国有月光米哦，就是日本的品种拿过去种的，他要把它运送，他要卖到日本来，但日本这个大臣就因为接到这个消息，本来已经要去了，然后在往机场的路上接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停止了往美国的这个行程。回去之后，他还要再讨论，跟他们内部要做协调。那这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代表米，日本的米对于日本人是非常重要的资产。他甚至不要讲出口，台湾有时候可以买到日本米都很少，非常少。然后他甚至连别人进口他都不要，这也是日本人习惯只吃他们自己的米为主。所以台湾算是少数有一些米有打进日本市场，但是讲打进呢，其实我们也不要自吹自擂。虽然我觉得台湾米很好吃，可是我之前有提过，米是温带的植物，禾本科温带的，台湾算亚热带，所以在日本种的米，它本质上是比较符合所谓的风土条件的，一年一货，它跟葡萄一样，一年只有一货而已。其实前一阵子，大概3-4个月以前吧，我那时候没有讲，因为那时候没有在录节目，没有讲。在全家便利商店有出那个这饭团啊，不是御饭，也是御饭团，但是它是全家便利商店出的。它那个我们讲，一般我们看这个东西都只会看说它是什么口味啊，龙虾口味啊，肉松口味啊，什么口味。可是我看的不是这样，我看到它有一款饭团，上面写的是这个饭团的米是从日本直送的过来的。它上面有写这个米叫做一见钟情日本米，
一见钟情，好，这个不用我再解释，一见钟情。有没有这样子的米呢？有，它是日本的所谓的饭米兼酒米，它可以拿来酿酒，也可以拿来煮饭的，但是主要是以煮饭为主。然后取的名字很好听，叫做一见钟情。在日本的这个米的分类里面呢，它当然有所谓的农产不是农产大臣，就是他们的就有点像我们农业部一样，它会有一个对这个产品做编号哦，它就是固定的号码，那个是有一点像学术论文的那样子的编号方式。但是在地有在地的讲法，然后他们会帮这个各种米都会取一个名字，像山田锦，它也有一个自己的农产的编号，但是它叫做山田锦。然后甚至有山田锦特 A 哦，在哪一个田生产的，然后还会写上你的什么东条町啊，哪一个町生产的。那这个一见钟情这个饭米，它拿来酿酒，所以各位可能没有喝过，但是我喝过好几次，它喝起来就有不能讲很浓的米的味道，就是它就是比较像饭米去酿造出来的酒，那个配烤肉啊，配寿喜烧啊，锅物啊，这个反正比较烧烤味道比较重的东西很适合，或是油脂感比较强的这种生鱼片也是蛮适合的，最好是配上有一点温度的这种东西啊。所以我当时看到一见钟情的饭米去做的这个御饭团，我马上把它买下来。它里面包鲑鱼而已，很聪明，包鲑鱼，而且是那种有鲑鱼皮，有那种有鱼油的那种的那种饭团，很好吃。然后我连拍都来不及，忘记拍了，后来就再也找不到了，因为日本自己都有日本米的米荒嘛，所以这种米要销到台湾来大概很困难，非常非常困难。当时会销，我猜应该是日本的 Family Mart 跟台湾的 Family Mart 有一点合作的关系，所以才有一批过来，卖完就没有了。但是既然有这个机会，未来搞不好也会有，所以各位在买这种御饭团的时候，可以仔细看一下那个包装上面写它用哪一种米。如果你运气好买到日本的米的话，可以试试看，因为它没有说特别贵，没有特别贵。一见钟情的酿酒用的，可以酿酒可以吃饭的饭米，然后他把它做成饭团，好吃。好，今天就把这个时间控制在这里，32分钟，讲了有关于类似葡萄酒保存的雪茄的保存，还有怎么让雪茄更好喝的方式，包含它怎么去做搭配，然后顺便提到这个一见钟情这个饭米。其实有关于酒米的部分，我一直想谈，如果未来我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我能够撑到那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得出，我最近已经有一点对人生觉得索然无味尽力啊，我只能讲尽力而已。好，我是海恩，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拜拜。